你不是唐门的要人，你究竟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行了，来了就不要废话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可都看好了。唐明皇，唐老太爷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大的动静，就算是睡成死猪，也该活了吧？给我住嘴！你敢不敬？自在气下，地上无敌。人间不够，天上逍遥。连入两境，竟然直接从金刚凡境到逍遥天境，此人真乃高手。他又何止是个高手？我看温前辈和这位唐门掌事好像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，可我们为什么丝毫没有感觉？因为此人对内力的控制太过精准，以至于同一空间内，他想要压制谁便可压制谁。他究竟是谁？老头，怎么样？需要我再抬抬吗？行吧，现在用你们最强最狠的毒，一起来杀我吧，可不要留手哦，不然我可是会杀了你们的。老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东君、小仙仙，还有唐门的这位小莲月，你们可都看好了。练功10年，不如仙人斗法一瞬。万树飞花，这是传闻中，万树飞花出，天地间便无路可退，无处可躲，必死无疑。坏神通，果然是佛门中人。道家绝学灵虚步，这究竟是什么人，能够同时精通佛门和道家2门绝学？靳千华，不染尘。少年游，飞了春风却不知深秋。金刚不坏神通虽然号称天下无敌，但凡是外门武功都有罩门。你们唐门有一种暗器，可破一切罩门。破了他的罩门又如何？以他的境界，几根针杀不死他。因为我有三字经。好，我信你。暴雨
真，出必见血，空回不祥，急中之急，暗器之王。毒死你呀！求人得人，才算不负此生。老头，就差你了。天下间再也找不出比这更毒的毒了。27颗暴雨梨花针，还带着温家的三字经，在你的气血中四处乱走，连带着你刚吞下的那些毒一起发作。我再给你一记仙人符鼎，你就可以往生去了。那就有劳你了。你不会后悔了吧？不会想杀我吧？都说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你就这么放弃了？你要是后悔了，要杀就杀我一个，不要连累唐门。哎呀，啰嗦！师傅，小白脸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上去会被他的内力震的五脏俱毁的。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不见众生，不见天地。很多人只记得前半句，却忘了这样的人，最后眼里就只剩下自己了。蓬莱见民谣持物，不见人间有仙灵。小莫一，许久不见。你师傅清风道人呢？师傅已经先去，先生为何忽入神游，来此逍遥？哎，不过想念老友，想来此见见，没想到先走一步了。何谓先走？我是来道别的。不过我说的走，不是走，是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世间最远之地，莫过于蓬莱。先生要去哪儿？要来蓬莱告别。要去一个女子的心里。人间太无趣，天上太寂寥，唯我凡事走，此间最逍遥。仙人啊，且把我的长生拿去吧。
醒醒啊！放心吧，他没死。你到底对我师父做了什么？呆子，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是唐老太爷和李先生联手做的局。局？没错，是他特意找的我，让我帮他做的这场局。唐门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了，也算得上是江湖上顶尖的门派之一。若是帮了你这个忙，老爷子，这可就没意思了。你说我不如去拜访一下雷家堡，我有一个徒弟，也姓雷，我很喜欢他，爱屋及乌。不如我去拔一拔雷家堡，拔到个武林盟主的地位，你看如何呀？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哎，坐。这几百年了，唐门还是一个样子，不提到姓雷的，就压根儿意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。真是相爱相杀呀！来，喝茶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李先生为何是这般少年模样？有意思，有意思呀！药王像是知道些什么。上古有大春者，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我知道一门武功，就叫大春，它是绝技江湖的门派，逍遥御风门的绝技秘法。而修得此功，要以药石为引，倾一门之力培养。而修炼之人，必是那百年不遇的绝世奇才。此功练成后，30年返老还童一次。哎，可这些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只是听说呀。没想到今日，原来世间真有此奇功，能长生不老。那不知李先生此番目的究竟是为何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这是要谢功。谢功？谢功？李长生这次来找我，主要是想让我帮他卸去这身大春神通。可惜凭我一己之力，无法帮他这个忙。我就想借试毒大会，通过奇毒先窃取他逍遥御风门的药石之术，再由他自己自行卸去这身神通。他还特地安排了这场比试，不管是旁观的人，还是比试之人，经此之后，在武道方面定有所长进，算是他的报答了。可他为何要谢功？连月呀，看来你还是年轻。人在活着的时候，个个惜命短，可若真是给了你8000年岁月，你能耐得住这无涯寂寞吗？你爱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，只留下你自己。胡说！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舒服呀！重新介绍一下，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位儒雅的读书人。诸位，就先送到这里吧。此行惊起如此风波，只为我一己私利，还望唐老太爷莫要见怪啊！城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说了那样的话，还能若无其事的回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到现在才回来？
尹世侄，金清华，帮我保管好啊。师傅，你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儿啊？其实吧，也没什么。就是我想着，两人既然已经定了终身，那总得坦诚相待吧。于是我就把我练过大春宫一事告诉了他，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，我之前一共有过几任妻子？那先生是怎么回答的？我当然说3个了。像我这种洁身自好的人，一世当然只能有1个妻子，绝不可能多。那我知道为何洛姑娘说先生是浪荡子了。一世只有1任妻子，听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啊，是吧？是啊。啊。那百里师叔的意思是，活得越久就可以爱得越多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不是在说师傅的事儿吗？怎么会突然指向我？哦，对，在聊我的事儿呢。哦。哎，你们女人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虽然以先生的立场来看，每换一个身份就是一世，每结一次亲呢，那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无论岁月多么漫长，只要你还是你，归根结底就只有一世，只有我才是对你而言最独一无二的那个。你遇到我，方知心动的滋味。师傅，那你说完以后，他怎么说的？我说完之后，他面色有些不好看，但是也没有立刻发作。他又问了我第2个问题。什么？哎呀，他说，定然是在我之后，你还会有几任妻子？不错，不错。果然，天下女人千回百转的思维，大体都是相同的。哎，小徒孙，你别老是替他跟我置气啊！你倒是问问你这2位师叔，换作是他们，该如何作答呀？百里师叔，你觉得呢？换我会说，下辈子我还没有想过，但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。司空师叔，那你呢？要我呀，我就说，在你之前，我一直认为感情不过是相伴一时的东西，一人死了便是结束。但遇见你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感情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。所以经你之后，我再无其他爱人，再无妻子。至于几十年之后，不过是换个女子，再说一遍同样的话罢了。哼，我这活了180多年，算是白活了。啊，我该叫你一声师傅呀！哎，不妥。师傅，那你最后到底是怎么回答他的？哎呀，我那天也喝了不少，有点醉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我哪算得过来呀？登天阁，这是什么？雪月城登天阁一共16层，每一层都有1位高手镇守。越往上，
这把手的高手啊就越厉害，尤其是最上面那几层，都是江湖中传说级的高手，功力高深莫测。只有闯关的最高层，方能一眼窥雪月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因为我就是传说本身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以前老城主让你来拦我，现在少城主也让你来拦我，我倒想问你，怎么又是你呀？10年未见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哼，因为我是仙人嘛。嗯。师傅这铁头功可真是厉害啊，屡试不爽啊。落水！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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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曾经你说，相对于武夫，你更喜欢学堂书生，于是我便执掌了学堂。这天下人见我呀，都要尊称一声学堂李先生。可是李先生已死，这一世的我叫南宫春水，这一世。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曾经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但是那时的我回答错了。现在的我要重新回答一遍。我，南宫春水，这一世往后，就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曾经的我以为，男情女爱不过只是一时的，一方死了，也就结束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感情是可以穿越时间界限的。所以你是打算等过几十年后，把这话换个女子再说一遍吗？司空长风。老手啊！我哪知道我随口一说就猜到所有情节了。当然不会，因为我就只有这一生了。这一生，我只与你共度，仅此一生。便是一世。远方出现，燕雀节节转林间。这夜云烟，风若淡，梦还未绝。原是良辰好景万千，独行飞满沧海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大春宫我散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跟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是让你这么用的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可以这么用啊。真是个傻子。不会，又要赶我走吧？所有人都羡慕的长生不死，你就这么不要了？其实我当年不过就是一时气话，我并非让你真的散去这一身大春的。我知道，
你还是重新练起来吧。这大春宫啊，散了就散了，练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我这师傅、门派什么的都没了，也没人能帮我练回来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这么做让我心中有愧，你这是在报复我。哎呀，我没有。不过穿西之柔的烛光明灭，与此火烈将就的了。那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吗？不会啊，你想，我都活了180多年了，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是那个少年。少年人做事本就该冲动，所以此生我不悔。那就不悔。心间波动千千结，扬言。唉，这就是书上最愿写的，人们最愿看到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长生不死，也只有书里才会写的故事了。不过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后，就不管我们了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啊？笑我？我答应与你同行，就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因为这可是我人生的第一等钥匙，也是我成为南宫春水的唯一意义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
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，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。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的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
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熨便熨了1个月，110两，买5个袖子都可以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智。什么无名之辈？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入场，伤心间观年轮，好坏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狂曾见棱角激昂青春，它是我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
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1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。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
真是个奇怪的人。白发御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哇，这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哎，刚刚有人生过火呀。哦。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，我还怕那柴胡太师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2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1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1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节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
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。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雷无杰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？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回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。
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？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恰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恰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大致就是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0%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三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螺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铺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的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